请官晋王献帛奠酒。时为岁暮，恩为雷祖。某携众家之长，宣度敬仪，取进呈肃于坛前，敬见馨香。启送福同，福为上享。 请官晋王富贵，众人齐跪。重祀雷祖，启送福同。重祀雷祖，启送福同。敬拜。 杨警官，你要去哪儿？本官去哪儿，需要向你交代。待众人敬香结束，还需你我一道送神子归位，敬孝雷祖娘娘。为避免您再误了时辰，还请杨警官与我一同在此稍候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怎么还是这么无聊啊？啊！等这些人敬完香，天都快黑了。 本官累了，想找个地方歇息一下，不行吗？啊，怎么？雷祖娘娘跟你说过，非得本官站着等吗？你，这位郎君，到我们这儿来看看呗。20文抽一次的，雷祖娘娘的祈福的，有可能抽到很好的东西的。要不要来我们这边来？来雷祖祭的都是敬香的，谁买的破丝啊？再说这盒子也太丑了。我们这儿有这个抽丝的活动啊，20文一次。雷祖娘娘那儿启动。红产梅子呢？人呢？出宫去了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你答应给他多少钱？低调啊。给了吗？给了。全给了？不全给吗？你全给了，人家还干什么活啊？这人肯定是来不了了。也又被骗了。我再去雇一个。你，敢问这位娘子，何为雷祖降服啊？在这雷祖祭卖司，可有不妥呀？郎君有所不知，雷祖娘娘教导先民要养蚕织丝，功业浩浩。今日我能以丝为寿，也是娘娘福泽传承，断然没有不敬之意。 所谓雷祖降福，福盒藏运，这福盒里藏着品质不一的丝线，定价均为20文。各位客官随意挑选，是优是劣，全看各位今日福泽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我先试试。好，来，郎君要哪个？要那个。这个。好。 哎呦，郎君今日福泽深厚，这是我们运上加运、喜上添喜祈福香囊。这香囊甚是精美啊！就算是30文、40文，也买不到吧？这里面都是好东西吗？不能吧，才20文，那他们岂不是要亏死？我再试一个。好啊，这个好。你看，果然是吧？啊，亏了。这是陈丝吧？不值20文。不值。你这不值啊！这个的确是不值20文，可是那个荷包也不止20文呀。这两个加在一起，还是您赚了呢。这倒也是哈。啊，颇有道理啊。对。那你要这么说，我得再试一个。可以。那个，行，那个，这个啊。 这什么来头？李子，想不到福盒里还有这等好事。这福盒赌的就是运气，有赚就有赔。
只要你买的够多，差价总会拉回来的。还有这个陈丝也不是不能用啊，您要是想转手卖给别人，也赔不了多少钱的。赚了您高兴，赔了您就当花了几文钱，买个乐子呗。小娘子说的有理，来，我也来一个。哎，好，我也来一个。来，别急别急哦，你不要急，排队，不要急不要急。在这儿在这儿。哎，我也来一个。就这个，我也来一个，莹莹，都有。莹莹，哎，快点进点货了。哦，来了。姐姐，这是别人让我给你的。哦，谢谢。季家娘子，你冲过去也帮不了你的阿兄，省省力气吧。是你给我传的消息。我好心收留你在我们家做工，你不念恩情，反倒偷我们家织机。现在人赃并获，你还有什么说的？这中间定是有什么误会呀？王掌柜，这台织机不是你答应卖给我的吗？我什么时候答应卖给你了？你哪有钱买呀？啊，这明明是你从我家偷的织机，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啊，你还想耍赖？对我阿兄做了什么？你阿兄养人鼻息、忍辱做工，这些季娘子都还不知道吧？我阿兄做工是你的算计，算是锦上添花吧。君子不为盗，贤人不为妾。我季耀庭从未做过偷鸡摸狗之事。契丹呢？对，契丹。当日众人见证，我们可是签了契丹的。什么契丹？你们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没看见。我们只看见季耀庭偷窃织机，人赃并获。你们。契丹在你这儿是不是？如果没了这份契丹，你的兄长就会被人抓进府衙，打断手脚，以后怕是再也治不了景了。你今日将我阿兄逼进绝路，你就不怕来日我也这般回敬你吗？一个毫无倚仗的罪人之女，也想动我花容，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吧？那花掌柜就等着看我能不能做到。那这契丹你还要不要？把织机给我搬走！不能搬！搬走！不能搬！这是你答应卖给我的，是我的织机，不能搬！织机偷我的，不能搬！你的织机，不能搬！说吧，你想让我做什么？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找你啊！你要再不回去，上面可就暴露了。不过是个结束仪式，非得我在吗？你这嘴是干嘛的？不会给我找个借口啊？借口好找，但是这痕迹难掩。上面仪式你恰好又不在，万一你在这山里恰好又打草惊蛇，本来警官这个职位，便是在风口浪尖上，恰好很容易让人怀疑。恰好，哪来那么多恰好？小心谨慎，有备无患嘛。书呆子，莽夫！来，把钱给爷，爷掂量多少钱？我就说都可以啊，爷的手就是秤。哎呀，你回去再数嘛，钱这个东西你数得完吗？哎，爷，你回来了。哎，怎么样？都卖光了？那还用说？你的脑壳加上我们的手脚，还有什么办不成的事啊？哎，不然我眼睛都快熬瞎了。这回咱们终于能去斗芳菲了。哎，这老太爷来了，你快去啊！哎，看看，怎么样？我想与诸位引荐一位生意上的后起之秀，请大家留步。这位是三道堰浣花染坊的季娘子。别看她年纪轻轻，人却有主意的很。以后若有机会，还请多加帮衬。能让赵老太爷开口，那定是不可多得的才女啊！放心，老爷子您都张口了，我们肯定帮衬。
谢谢。赵老太爷，臣死已卖光，还请您遵守承诺，应我一事。季娘子，但说无妨。来，不是磨蹭什么呢？快说呀！你说嘛。请赵老太爷允我与赵二郎君早日成婚。什么？什么？咱们之前说的是这个吗？你记错了？秦儿，你老子怎么语气了？我与赵二郎君的媒妁之言自有变成。我知道赵家需要有才能之妻。我之前引得桑十四郎大闹浣花溪，逼得警官改了西边规矩。如今凭自己的本事站在老太爷面前谈生意，想来已经自证才能，请老太爷成全。也被爽了是吧？你这个小娘子啊，还真是个小娘子。赵老太爷都给了你谈生意的权利了，你胡说八道，浪费机会。祖父，此事是孙儿的意思。孙儿一直钟情季娘子，所以想借此机会求娶季娘子，望祖父成全。这个儿子也是个拎不清的，公共场合谈儿女私情。赵老太爷，既然这是你们家的私事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了。老朽之家不严，让各位见笑。没有，先行告退。季娘子所言之事，时间到了，自然水到渠成。走啊！姬英，你给我站着！你把我们都当什么了？被你利用的工具啊！你嫁入高门的垫脚石啊！你真的想带我们度过生意吗？季英英，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在骗爷？你跟他们一样，从来都没把爷当个朋友吧？不是，此事是不是另有内情啊？对，大家先别激动，听茵茵解释。还有什么好解释？人心不齐哦，人心不古。我看咱们趁早散伙算了。是茵茵对不住大家。行，季英英，是爷瞎了眼才信了你。什么名誉会长，爷不干了！站着干什么？走！
所以既然选择答应了你，就不会变。我相信你能带我做一番事。只要大家需要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劝我醉酒伤身，自己还喝这么多。我没事，你给我，我千杯不醉。英英，今日的事我大概听说了，你不是出尔反尔的人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听闻今日季家娘子要在雷祖记摆摊卖丝，是有求于赵老太爷，可是想让赵老太爷成全你跟赵二郎君的婚事。你想让我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这个？既是自荐枕溪，总得有点真的本事。对了，浣花溪的新规是季家娘子的筹谋才出的，季娘子大可把这个消息告诉赵老太爷，主动求亲，自报谋算，这样我便会被赵家和各大染户厌弃。一张契单，2个要求，花掌柜这生意是不是做得太不公平了？那就要看看季娘子有多在意自家阿兄了。这个花掌柜，他让你说那些话，既糟践了你的女子名声，又把浣花溪那些新规推到你身上，让那些染户恨你挑拨，可真是恶毒。阿玉，我难受。就不能告诉他们实情吗？我阿兄去做工，背地里不知受了多少折辱，还装作无事发生。他若不是为了帮我，他也不会被花掌柜故意陷害。他若知道我这样做是因为他，心里说不定有多自责呢。以他的性子，说不定此后再不知景都是有可能。他是你兄长，不该由你护着，吃一堑才能长一智。说到底，花掌柜想算计的是我，是我连累了阿兄，是我辜负了陈三郎他们。唉，那个契单，花掌柜能给你吗？给我等着。等过了这个坎儿，我一定把契单要回来。你果然不会认输。认输？我凭什么认输？他们大染户为所欲为，我们就活该被欺负吗？有权有势怎么了？有权有势就可以害人吗？我们为了生计拼死拼活，就活该被辜负吗？这才是我认识的季莹莹啊！我跟你说，我季莹莹很快就要染出新色了，到时候再说嘛。我去给你煮点醒酒汤啊！我到时候我让你们他这喝了多少？哎，你来了，找他还是找我？阿玉，我看见一匹野马。野马，快搭把手。我是来找酒，也是来找他。不过看他现在喝成这个样子呀，怕是什么都不认得了。这厮你可认得？整个蜀地论丝，我认第二。你倒谦虚，就没人敢认第一。我说早了，既认第一，那你就好好看看，这是什么？你可认得？认得。手，傻子。依我看呀，你这认丝的本事
就是不清。吹牛的本领嘛，倒是首屈一指。你就是不认识吧？啊！你胡说八道！整个属地论事，我认的。哎呀妈！慢点，慢点。不过是赵家没给回复，就这么急着嫁给赵二郎吗？你懂什么？哎，你是警官。哎，不管我是什么官，我都不会去的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可以帮他做窦芳菲的推荐人。既想嫁高门，又想生意有成，他倒是懂得活在当下。可那些故去的人，他真的就一点都不在乎吗？能帮就帮，不帮就滚。高汤烧着青豆芽，可以醒酒，比别的舒服些。这酒楼是我的，不用你交。酒我拿着了。回来了，杨警官，你对我有什么不满？可否直言？那日我挑人随我来益州，我在院中饮酒抚琴，投壶舞剑，人人皆来应和，唯独你在房中灵体不出，这是为何？我不喜宴饮，更不擅长讨人欢喜。这就是了。我来这是为了做事，不是为了玩乐。我不需要与我志气相投、讨我欢喜之人，我需要的是一双与我不一样的眼睛来看这益州城。这，就是我选你的理由。好，那在下便直言不讳了。说，我明白你近日故意与杨家不和。是为了让其他人觉得你孤立无援，依然是可以巴结和贿赂，以方便更好的钓鱼。但是杨家身为锦王，在益州城经营数十年，若能相继，必然会有好处。虽然白日里针锋相对，但您武功卓绝，何不夜半？我确实需要有人直言不讳，但我没说过。他直言了，我就不打他。那您今日可在山中查出些什么？前面的山路堵了，咱们可能得改道了。怎么回事？有几块大石头横在路中间，应该是前几天下雨从山上滚下来的。你们几个随我去寻别的路，你留下来看守。走。这是，有人借着雷祖记人多眼杂，躲过盘查，往山中腹地运丝，足足运了2大箱。往山上运丝？莫非这山上，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，一定藏有一间锦房。山中之锦，这批锦，肯定还有更大的秘密。如此大的阵仗，可否会与节度使有关？穆辉。他是这儿最大的官，整个属地都是他的钱匣子。那刺史就是他的搂钱耙子。这些锦户年年上贡，他想怎么盘光就怎么盘光，
何必如此大费周章啊？也对，只有明面上不敢贪污的人，才会大费周章，在这山中鬼祟。如此说来，我们日后是不是应该跟节度使通通气？有劳了，请验尸吧。娘子，天色已晚，山里冷，咱们早些回去吧。探查的消息到了吗？信上说，那杨静兰自小与杨家不睦，后离家出走。据说是当了个游侠，四处游山玩水。1年前去了京城，花钱买了个馆。买的馆？益州警官连连亡故，无人敢来。他是益州人士，又觉得这个官位足以恶心杨家，便花钱托人领了这差事。哼，听起来倒是个十足的纨绔。但是浣花溪这么多年禁止抢占地盘的告示，只有他一个人敢贴。一个纨绔却想当好官，听说是那季莺莺在蛊惑他。既然不能确定他为何而来，那便看看他有何能力。你去让花掌柜做件事儿。窦芳菲，我要投石问路。是。睡下了。要不今天就让他在我这里休息。这可不行，阿娘知道会生气的。英英今日参加雷祖祭卖丝，得赵老太爷首肯，可我观他面容悲戚，不像是因为欣喜才饮酒，可是出了什么事？你知道又如何？又帮不上忙。是，我连自己的事儿都顾不上，连阿爷的知己都守不住，还谈什么帮得上的？近来家里连遭横祸，他一定是心中郁闷至极，才会喝成这样。都怪我，是我没能保护好他。别哭哭啼啼的，英英比你坚强多了。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求玉娘告知。你是君子，是好人，但没有锋芒的善良，就是他人刺向你的利剑。他不告诉你，是想护着你，但他护你越久，你将来知道了就会越愧疚。交出来！王掌柜骗我签的契单，英英把他该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，该轮到你把契单交出来。你让我交，我都非得交啊！啊，除非季大郎君，你现在跪下给我磕3个响头，或者拿300贯来赎。你们言而无信，怎么着？我就这样了？我又不是天天读书的君子啊！若不是你们坑害我，英英也不至于为了救而毁了自己的名声。季莺莺的名声是我毁的吗？她整天跟那些儿郎厮混在一块儿，
整个三道堰谁不知道？他还有名声。我小弟，我弄死你！我弄死你！再敢欺我英英，见你一次打你一次！你个读书人下手这么狠！我平日里读书只是因为我爱读书，不是君子，不是季家大佬，我是英英的长兄，你到底给不给？给！华小人，我告诉你，读书人，这里面的招数更多。失礼了，季某一时冲动，给于掌柜添麻烦了。这里损坏的一应物件，我日后再来赔偿。季某先告辞了。哎，你这个书呆子还敢打架？赔钱！阿兄，我饿了，给你留了粥，我给你去取。郎君，娘子，夫人回来了，是赵二夫人请回来的。啊！这是今年的新茶，虽然不贵，但胜在新鲜。夫人品尝一下。还是直接说正事儿吧。我请季夫人回来，是想谈一谈二郎与季娘子的婚事。哎呀，夫人，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。这两个孩子的婚事还是英英阿爷在世就定下的，他那个时候就格外喜欢二郎这孩子。这婚事便作罢吧。作罢？这婚约哪能说作罢就作罢的？世上的事儿，哪有一成不变的道理？就好比季锦王，当年何等风光，后来还不是获罪抄家，连累您一家人都抬不起头。我们二郎是赵家二房的嫡子，即便日后当不成家主，那家业也是少不了他的。他又这般聪明灵秀，配个长史、刺史家的娘子也够了。我知道了，夫人请回吧。其实季娘子也不是毫无可取之处，人还是能干的。不如夫人为她寻一个敦厚听话的郎君，日后季娘子在外叱咤风云，就让她的郎君在家中孝顺您，岂不也是两全其美？我这儿倒是有几个合适的。若是英英先嫁，便是我季家主动悔婚。
赵家便担不上这嫌贫爱富、出尔反尔的名声。这么多年，你们家一直拖着不结，不就是这个意思吗？怎么，赵家高门大户，如今都不在意自己的名声了？说起名声，夫人还是担心下自家吧。季娘子多大本事呀？3道堰数得着的染坊得罪了个遍，连染料铺子如今都不敢卖货于她。这小娘子啊，可不比儿郎，该管束的时候，还是严一些的好。不然知道的是他们不受教诲，那不知道的，还以为当娘的小门小户出身，不懂教养子女呢。我阿娘并非高门大户出身不假，但她再怎么不懂教养子女，也知道与人为善，轻易不会跑去别人家里撒野放破。放肆！见过伯母。伯母今日可是奉了赵老太爷的意思前来退婚的。既如此，阿娘，明日你便与王媒婆说，赵老太爷瞧不上咱们季家，想要退婚，让王媒婆帮我另寻他配吧。你莫要胡言乱语，老太爷从未说过这种话。哦，那便是伯母私自做主。恭喜伯母飞上枝头，都能做赵老太爷的主了。金英，你少拿老太爷来压我。季娘子既在大庭广众之下提了这门亲事，那我赵家无论如何也是要给出个姿态的。你去瞧瞧，看看他到底想如何，还有能力如何。赵老太爷大抵是如此说的？猜错了。妄自揣测长辈是英英的不是，不如我同伯母一起回去向赵老太爷赔罪。你在雷祖记上那番丢人行径，你以为老太爷还能容得下你？季英英，无论老太爷是何态度，你都休想嫁入我赵家的门。左右我已丢了人，若伯母再跑来我家对我阿娘不敬，我不介意拖着伯母一起。我们季家小门小户丢些人无所谓，但是赵家嘛，若是夫人丢了人，那赵老太爷怕是要清理门户的。你敢？夫人知道我本事不大，但说到做到。这边，郭奎，送一下。阿娘，对不起，阿娘，英他只不过是……行了行了，起来吧。怎么，我在你们眼中就这么不讲道理吗？赵家欺人太甚，教训他几句也是好的。只是你这婚事，赵二夫人做不得赵家的主，只要我有用，赵老太爷终会点头。赵二郎君的确是良人，但是像赵家这般唯利是图的人家，即便你以后嫁过去了，赵家是赵家，赵二郎君是赵二郎君，我嫁的是赵二郎君，又不是赵家。你这孩子怎么想的那么简单呢？本来就是嘛。不气了，不气了。赵平，郎君有什么吩咐？帮我把这封信送到季家。太爷有令，谁敢私放郎君，或是替郎君送信给季家，一律打断双腿，逐出家门。郎君，您就别为难小人了。那替我给祖父传个话，我的锦该挑花本了，让他找人把东西送进来。我不想耽误了今年的斗锦会。好，我这就去。
你是谁家的儿郎？前面那么热闹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我叫季莺莺，是季归南的女儿，随我阿爷来给赵老太爷祝寿的。家里热不热闹，跟我没有关系，他们也不会在意我开不开心。想开心还不简单，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你笑起来挺好看的，应该多笑笑。每个人看风景的方法不同，我阿爷在染房里看，看的是五光十色；我阿兄在书中看，看的是千秋万古。你可以用风筝看，你想看多远，它就能飞多远。来了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你先坐着，要不要我扶你进屋歇会儿？我什么时候饭都不吃。不用，我好不容易想出了新色的固色法子，我得抓紧染出来。新色？你不是见不得红吗？怎么还染红啊？但我不可能这辈子都不染红。没事。你不要再逼自己了，好不好？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但我相信你一定是有苦衷才这样做的。你不要再难为自己了，好不好？我答应了沈三郎他们，要带他们去参加东方飞，要带他们扬名。我也答应了我阿兄，要还清华家债务，绝不让华家得逞。来不及了，可是来不及了。那这样，你告诉我加什么，我来帮你。不着急，不着急，你先坐着。我加什么？槐树花1两，红花3两，再把它们一起磨碎。
这窦芳菲每年一次，为的就是平出这私界的翘楚。各大景户除了日常采买，也会为筹备斗锦会提前来选司，可以说是承上启下的盛会。历来都是由我们景官府筹备的。开办前，司户需要缴纳市金，才能领取入场的文书。第一次参加司户的人，还需要额外推荐官。会中摊位虽然是抽签分配的，但也不乏有些人私下抢占，买卖摊位。为了保证公平公正，景官府必须得多次核准。你这嘴不是你亲生的吧？啊，都快被你给磨破了。主要你不是我亲生的，也不想听我说话。哎，咱来之前怎么说来着？动手的归您，动笔的归我，知道就好。本官觉得这会场内人员众多，若有事端滋事体大，需要张贴一张布告，告诫大家诚信买卖，善待他人，爱护会场，莫要惹是生非。不用多，有个5000、1万字就行了。好。终于清静逆子，杨警官。杨警官精心布置，才有了窦芳菲如今的盛况。劳苦功高，劳苦功高啊！想必一定累坏了吧？小的请警官喝杯甜水。会场规矩第1条，好好做你的生意，莫要与本官攀谈。什么时候有这个规矩了？正在写，马上贴。三郎做事永远都是周到细致。会场规矩第2条，叫我杨警官。你叫我爷呀？怎么了？哎，背着什么东西啊？是我们之前准备去参加窦芳菲用的丝。这现在还有什么用？咱也去不成。您说了，虽然我们去不了窦芳菲的会场，但是我们可以去山下摆摊啊。只要有人能看到，就不算是白费心血。季莹莹说的，不是你忘了她当初怎么耍咱们的了啊？你怎么还信她呀？你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吗？是因为我觉得你和别人不一样。啊？你表面看起来纨绔不羁，但实则内心善良，为人仗义。好像是我看错了。有事说事，你别走啊！哎，啊，不就是窦芳菲吗？爷去就是了。但是爷才不要在外边摆摊呢，要去咱们就进去。可是我们没有入场文书啊。爷这张脸呢，不就是入场文书吗？整个蜀地论丝，我认第2，有没人敢认第1。这天字1号摊位，可以算是这窦芳菲当中最好的摊位。所有采买的人都需要经过这里。今年抽中的是刘家染坊，可早上刘家传来消息，说家中皆染风寒，不便出门。偏偏这最好的摊位，人没来，有意思了。写完了？啊，写好了。早知道让你写2万字。杨警官劳累了，我准备了些小食，还请您尝一尝。这刘家摊位空着也是空着，杨警官，把它让给我吧。哎，杨警官，把这儿有一枚玉麒麟，就是不知能否和您私下一起简评探讨一番啊？你想要这刘家的摊位，你也想要这刘家的摊位。是。诸葛，你带着他们找一个小心的地方，好好看看，对比一下，明白吗？好，去吧。夫人，你说主人这法子真的好使吗？真能探出杨静兰的虚实？若是他收了礼，不过又多了一个贪得无厌的草包而已，不足为惧。若是他不收这个礼，证明他图谋比钱财更重要的东西，那我们跟主人才应该提防。
人说的是。散花楼的百年佳酿，送到我心里了。公然受贿，这杨静兰是疯了吗？他越贪，对我们越有利。不错不错啊。哟，极品的玉带牡丹啊，怎么说也得价值100斤了吧？花掌柜，有心了。杨警官喜欢就好。把这份牡丹送到我书房里去。是。杨警官，您这牡丹花都送到书房里了，那这空着的摊位，诸葛啊，安排人摆些茶水，放些草席，给路过的人歇脚饮茶。杨警官，你这礼都收了，咋不办事呢？这些，难道不是几位掌柜们为日后芳菲宴的魁首们准备的贺礼吗？贺礼？啊？怎么又牵扯到摊位呢？难不成是在当面行贿本官吗？诸葛，行贿是什么罪名啊？轻则杖刑，重则处死。重则处死啊！夫人，这怎么办呢？这狗官，分明是摆了我们一道。这样能行吗？要不咱们还听莺莺的，出去买吧。不听他的，就听爷的，爷说了算。张14，哎呦，你在这跟我耍无赖呢是吧？哎呦，我怎么了？第一，我没占你摊位吧？第二，哎，我也没卖丝吧？这就是爷的衣裳，哎，爷就愿意穿这样在这转转，会话，会吗？行，来，不是喜欢转吗？那就在我这圈里面，一直转到斩丝结束。待会儿我会派人过来给你送些好吃的好喝的，别说我不给你情面。但是，你若敢走出这圈子半步，给我打！是老三，你是不是我好兄弟了？还好兄弟呢。我，杨老太，你这么对我是吧？你真打算把他们关到斩丝结束啊？不关着他们，谁知道又会惹出什么事端来？没有主心骨镇着，迟早会挖个坑把自己给埋了。他们主心骨一直都没出现，听说在家里闭关。哎，你说这季莺莺不会放弃了吧？不会，不会，你怎么知道？他若知道放弃2个字怎么写，那他就不是季莺莺了。快看，那是什么？啊，就这两个。你看，花自天降，风自西南。云浪，好像有人来了。我等的就是人来，不然岂不是浪费了我这丝体面的出场？接着，原来是季娘子。杨警官也来观景。季爷爷，你搞什么名堂的啊？我既然不能参加斗芳菲了，那这些丝便没用了，我就把它做成了花球解闷儿，扔着玩儿。杨警官，这不犯法吧？谁说不能参加斗芳菲？这丝便没用了。这位小娘子，请给我染这种颜色，我们现在就可以下订单。
这丝是新色吧？之前未曾见过。不错，这是我季家染的新色，美人既醉，朱颜驼歇，此色名唤朱颜驼。既是新色，需登记造册，如未登记造册就售卖。季小娘子，你这是要吃牢饭的。我何时应了？现在就要卖啊！能登记造册的新色，需配方稳定，光泽恒久。你这新色也未验过，不会是一时偶尔染出的杂色，昙花一现吧？诸位，现在就下订单，是不是太草率了些？既然诸位有疑，不如季娘子先接了我杨家的订单吧。武旦朱颜驼，登记造册1个月后交货，价格另议。这是定金。杨夫人不签订单，先交定金，不怕英英不认账？我们杨家哪里就缺了这点东西？季娘子有此才华，哪里又只看得上这点东西？形式而已。杨警官，不会连这点小小的要求也拦着不让吧？你们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与我何干？多谢杨夫人厚爱，英英定不负所托。不卖而招摇，不造册而预定。杨警官，这不合规矩吧？是啊，确实是坏了我定的规矩了。季娘子把这花球撒的是满场都是，破坏了会场的整洁，需将会场打扫干净才是啊。杨警官放心，我定将会场上那些肮脏的玩意儿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季娘子辛苦了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季娘子还没打扫完毕，我自然要留下来监督你。那杨警官好生看着，不要诬赖民女没有打扫干净。今日一场飞花惊艳四座，就算本官罚了季娘子，也挡不住众人求取新丝的决心。也不枉季娘子这一番苦心，只不过什么？朱颜驼惊艳全场，换得了斗金，却换不回人心。杨警官这话是什么意思呀？听不懂别算了，还劳烦季娘子帮忙看看这丝有什么玄妙之处。杨警官这是在求我吗？也可以当做交易的筹码。交易得是公平，我若帮你，我能得到什么？换本官陪同季娘子一起打扫如何？这丝我找人看过，名叫玉皇丝，应该是个赝品。从色泽上来看，与真正的玉皇丝没什么区别，只是手感上有略微的不同，他们不敢确认，所以请季娘子帮忙鉴定一番。真正的玉皇丝染色时必须使用植物灰脂形成色垫才能固色，且调色工序繁复，染料昂贵，多用于织造龙缎，进攻圣上。而我手上这个只是硫磺熏制，增亮固色，使用的丝线也是混合蚕丝，上面颜色也分布不均，品质的确稍差。既为圣上所用，却又为何用这品质稍差的混合蚕丝呢？那你应该去问染丝之人，问我
怕是寻错了对象。也是，本不该问你的。杨警官方才问我那话是什么意思？哪一句啊？本官说的话可多了。人心。人心。人心，亦如这落花，无常势，无常形，因风而起，随风而绝，风停花落，聚散无痕。季娘子若想收拢人心，首先得知道，当初把他们聚在一起的是哪一阵风。杨警官骂我只有买卖没有人情，大可不必这么委婉。难道不是吗？你缺过钱吗？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你被逼入过绝境吗？绝处逢生，宁折不弯。哼，警官审我，但我做不到，我只能唯利是图，小人行径。切！扫得差不多了，回去吧。告辞。哎呀，阿兄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天气凉了，快披上。我这刚干完活，我都热死了，我还出汗呢。你披上。哎呀，就是因为出汗才更加不能着凉。阿兄没事，快。快披上吧。莹莹，莹莹，我给你煮了驱寒的汤，赶紧喝了。金家大郎，我不知道你也在这儿，早知道我就多煮一份了。无妨，无妨，在家不冷。既然你们都来了，在下就放心了。我先回家帮你跟阿娘支援一下，然后你记得早些回来。哎，半兄，我们一起走。不必了。阿兄，那你喝碗热汤。不必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满城飞花，从今儿起，整个益州城都知道你季家娘子了。期限已到，是还钱还是卖身？季夫人，你做个主吧。花掌柜，你也知道，近日掌柜们纷纷预购新丝朱颜驼，难道你不想分一杯羹？我愿为花掌柜供丝朱颜驼，不收分文，重拟订单，以朱颜驼来平我季家的欠款，你觉得如何？这丝今天一个价，明天一个价，谁知道你的朱颜驼能风光多久？还是钱款来得让我安心些。我愿让利3分。这可是一个稳赚不赔的生意啊！我是来要钱的，不是来要丝的。今天还不上这些钱，你们都跟我去官府走一趟吧。既然如此，阿兄，去将求购朱颜驼的掌柜们请来，我们把订单接了。800元。800元。700元。
2罐。阿娘，最后一张，你来。今日我季家债务全部还清，你带着钱，现在就离开。日后再想上我季家的门，请先递上拜帖。祝季家娘子日后青云直上，飞黄腾达。花掌柜亦然。夫人，夫人，把钱都带上来，1文都不留给他们。是。娘子，咱们要这朱延陀不是更赚吗？为什么要让季家还钱呢？蠢材！我要的是季家不能翻身，要的是季英英乖乖为我为奴，要的是他给我染出蜀红丝。我要朱延陀那些订单有什么用？可现在季家都把钱还清了，我们拿什么对付他们呢？要卖丝，必须先登记造册。警官府会先去核验新丝，然后再派人把登记文书送到长安核准。这一来一往，至少半个月。若中间出了任何纰漏，他又签了那么多订单，我看他怎么向那些掌柜交代。可警官府现在滴水不进，那杨静南明显偏向季家，咱们能行吗？要不咱们求求主人？什么都让主人做，他还要我们做什么？你从主人给的那批人里选一个最贪财的，替我盯紧警官府负责核验的那些人。哎，娘子高明。嘿嘿。多谢夫人，辛苦赵夫人。季夫人、季娘子，前些日子我这儿媳自作主张，前去季家拜访，未尽其礼数，还望见谅。这不，小女刚染了新丝，就先送到赵府，供老太爷赏看。确实好颜色，什么时候登记造册呀？不出意外的话，20日。我赵家愿出双倍的价钱，请季家先为我赵家公司。实不相瞒，赵老太爷不是第一个与我说这番话的人。做生意讲究公平，公司的顺序自是先到先得。浣花染坊若想长久，英英不能破了这规矩。是。但我季家与赵家的交情，英英亦不能不顾。这半筐丝便是英英的诚意，想来也足够您视之景样。季娘子有心了。听说杨家先与了季娘子定金。是啊，当时无人援手，是杨夫人慧眼，雪中送炭。英英应了这个情，也算合理。当然，杨家在锦业向来是
仗义之人，各大锦户都求贤若渴。若那时我赵家人在，也定不会袖手旁观。自是如此。时候也不早了，英英还要回去染丝，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去唤二郎来，送二人回家。是。咱们家的这口气，总算是出了。英英，阿娘还是那句话，赵二郎他是个好孩子，对咱们家的帮衬也颇多。娘之前一直希望你能嫁给他，但是这些时日发生的事，也让娘想明白了，退婚未必是件坏事。如果有一日你真的嫁进赵家，还不知要受多少难看。阿娘，英英也还是那句话，赵家是赵家，赵二郎君是赵二郎君。傻孩子，嫁娶从来就不是两个人之间的事，是两个家族。赵家如此，娘是担心你日后受更多的委屈。伯母，英英，阿娘。我去街上走走。你老瞧着我做什么？你要再不说话，我可就回家了。按照你的绣帕，我把花本挑出来了。真的？我就知道你定能做出来。你有了花本，便是没有我的朱颜驼，你阿翁也会放你自由的。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你专为我而来，就是不一样。只是我还是慢了些，如果再快点，没准儿能看到你的飞花。你想看？啊。那你把眼闭上，不许睁眼啊！专为赵二郎君一人奉上这飞花，可还满意？有生乃旺。朱颜驼只是开始，待我与陈三郎他们和好以后，我便努力发展壮大染丝会。等1、2年过后，你们赵家一半的丝都得从我们染丝会进，你们赵家的人都得上赶着来巴结我。哦，那这么说，这几年我要不当个简王什么的，还配不上我们英英了呢。那你可得努力了。好。哎呀，眼下最重要的是如何与陈三郎他们和好。我接了好些朱颜驼订单，你都忙不过来，你就帮帮我吧。哎呀，快点走，快走，怎么那么慢？要我说，人家季娘子诚意十足，咱一天来3趟，你就坡下驴就得了，搁这犟什么犟？爱救你救，老子伺候不了。可能锁骨不在。你在家吗？六郎说他不在，请回吧啊。只是我阿娘说，这事儿不管怪谁，大家既然已经选择了同舟共济，他都不应该瞒着我们。我二兄跑了1天，没一个理我们的。也不是全然无收获，至少如今咱们的阿姨阿娘是信服你的，便是我阿爷也不管我。生意谈成了，朋友没了，得不偿失啊！
阿玉，你这酒馆就非得什么人都招待你？那些无所事事、多管闲事的家伙，以后能不能不要让他进了？付我双倍酒钱，我保证你以后再也看不见他。不值。哎，诸葛，我听说登记造册这事必须由本官亲自干也。那我若是不想呢？啊，那就没办法。杨警官公正廉明，怎么会做这种事情？我不是无所事事、多管闲事吗？茵茵失言了，自罚3杯。够了。不过是句玩笑，何必如此当真？做生意，能屈能伸便算了，做人也要如此吗？于杨警官而言是玩笑，于民女而言，却是生计。是本官失言，抱歉。姑娘不高兴，谁也别想怪我。他半夜醒来，都会觉得自己无理。你们看一下六郎家的丝像不像头发？哎，以后你们谁脱发了就找我。哎，我觉得大都用得上啊。哎呀，你们快点吧！你吵什么吵？嘿，好巧啊，我们又碰面了。来看看我新染的朱颜驼丝。哎呀，这天儿太热了，也要到林子里边待会儿，你们去不去啊？听到没？国舅爷来了，吴国舅爷回林了。哦。小气鬼！茵茵，你等我，我去跟他们好好说说。你们也太过分了！我们哪过分了？我们有他季莹莹在雷祖记过分。茵茵是真心诚意想跟你们和好的，大家都是街坊邻居，还一起洗丝这么多年，难道你们就一直不理他？他一口一个要嫁入赵家的时候，把我们当朋友了吗？家兄不是说了吗？那都是误会，是被花掌柜算计了。我阿娘说了，人无信不立，就算是被算计了，那他为了他阿兄就可以抛弃我们吗？生意没了可以再做，那人要是入狱了，可就清白不了了。孰轻孰重你们都分不清啊？要我跟他和好的话，没门儿。你们呢？你们怎么说？三哥，你说的就是我们说的，咱们兄弟齐心，绝不心软，绝不心软。谁今天要是理他，谁就是这个。担子还我，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哟，不客气了还不客气呢，好厉害！今天没那些个儿郎们护着你，我倒想看看你是怎么样的不客气。我答应了我阿娘不打架的，你们不要逼我动手。那我们今天还真想逼一下你看看了，就逼你怎么了？就动你再动我一下试试，就动你就动你。连个簪子都抢不回来，笨死你得了！给。
雷祖记的是。之前的事情是我没得选，但无论如何，你们是因为我受到了伤害，你们没有任何错，是我季英英，对不起大家。你们还愿意跟我一起做生意吗？六郎，张六，这个你是这个，你们都是这个，哎，我能理解是你们同意了吗？换自己得了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给我们的染丝会都起了一个新的名字。啥名字？飞花会。飞花会。只要我们想飞，世俗桎梏，高山湖海都挡不住我们。那些大染户要么背有靠山，要么沆瀣一气，才会垄断丝业，欺行霸市。只要我们团结一心，守望相助，只要我们的丝足够好，我们总能踏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，再也不让别人欺负我们了。我们绝不以出身论英雄，绝不固步自封，绝不攘内排外，携手并进，扬名一州。你们愿意加入这样的飞花会吗？不是，你能不能别说那么多？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飞花会的话，爷还是不是名誉会长啊？当然。那就行，飞花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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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看吗？娘子看上的不是绒花，是做绒花的人吧？女子今生本就不易，我是女子，所以乐得帮助女子。如果她识相的话，花荣在做些什么？逼着季家接了好些朱延陀的订单，又派人去盯着登记造册的警官府。你觉得他如何？聪明，狠辣，但都还不够。若是登记造册在益州城内出了岔子，总归是近在咫尺。那季娘子如此聪慧，应有应对之策。娘子放心，此事我已经安排了后手，要不要动，全看娘子抉择。要看他怎么抉择。蜀地芳菲，众家共享。今日芳菲宴，共贺魁首，百业同欢。开始。好。文君酒，8文钱1坛，15文钱2坛。大声点儿！今天你说能帮我卖10坛酒，那日你在我酒馆砸的那些，我便不计较了。那日实在是有辱斯文，还请于掌柜不要再提了。那有什么的？兄长替妹妹出头，不是我羡慕不来的。当真？当真。
这比只卖丝的时候热闹多了。哼，这回没人敢拦着爷卖东西了吧？你要卖什么？卖弄姿色。没。怎么不见赵二郎去了？今日不来吗？他需要抓紧之紧，还晚点来。现在赵老太爷也不约束你和他见面，是不是坏事情了？如今他展露才华，老太爷怕又觉得奇才可居了。你好像一点都不担心啊？你觉得我配不上他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与你玩笑呢。只要我们两心相印，山海无阻。哎，这位娘子，你的帕子。多谢季娘子。怎么是这杀星？你认识他？牛武娘子，牛副都督最小的女儿，命中带煞，连克死了2任丈夫。整天不是戴个面纱，就是戴个面具，人还特别傲。比你还傲？上次爷跟他说话都不搭理。他连你都看不起，那我们这些小民小户在他眼里岂不是跟微臣一样？哎，他刚刚叫我季娘子，他认识我。被他认识可不是什么好事啊！文君酒，8文钱1坛，15文钱2坛。文君酒，我阿兄什么时候改行卖酒？15文钱2坛。我要10坛酒，送人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这么做是想补偿我，还是想让你自己的心里好受点？是我打扰了，告辞。这钱，有钱自然有责。那这荷包是？这是我以前买来送给你。不要了。不要了。以前的人也好，物也罢，有什么值得留恋的？文君酒，8文钱1坛，15文钱2坛。哎，你们说我阿兄和杨大郎比怎么样？比什么？比身高吗？那杨敬山赢了。比才华。杨敬山可是一州景王。那比人品和风度，我阿兄总赢了吧？比人品，你阿兄赢了。杨警官，请坐。哼，你来干什么？上次的事也还没找你算账呢。昨日闲来无聊，在山中抓了这个，本想送给我的好兄弟嘛，但是吧，好兄弟，你最好。哎，这是你们今日要卖的。杨警官想知道？说说吧，我要付出什么代价？今日芳菲宴，蜀锦人家共襄盛举，自然少不了这争魁首的。让一台。去，这窦芳菲的花魁，选的是正经的有文书入场售卖的染户，那些靠歪门邪道的不管用，没份得，还有脸到这儿来凑热闹。本次窦芳菲盛会第3名，共售卖170贯。王氏染坊王掌柜。王掌柜，你可得好好谢谢孙掌柜，你这彩头是他给填的。多谢杨警官，多谢孙掌柜。窦芳菲盛会第2名190贯，孙氏染坊。这不巧了吗？孙掌柜，你这彩头啊是王掌柜给填的，你若是不喜欢，大可把你的玉麒麟给换回来。喜欢，谢谢杨警官。
谢王掌柜。诸位，本次斗芳菲盛会的魁首共售卖230罐花式染坊。黄掌柜，这也算是物归原主了。谢谢杨警官。这牡丹太小，再说了，本官也不喜花草，花掌柜下次送礼可要多花些心思了。还有啊，其他的掌柜们也请放心，你们所添的彩头，稍后会逐一还给各位。哦，对了，顺便说一句啊。飞花会的季娘子，他们没有入场文书，不能算作在内。不过，他们的朱颜驼总共售卖了多少来着250罐！250罐！这250罐，这比魁首娘子我知道。这是飞花会是什么呀？哎，诸位，来呀！我们飞花会是由幻花染坊、落霞染坊、映溪染坊、流月染坊等联合成立的新行会。虽成立不久，但亦有壮志。我们立志做这益州城最好的染货，还望各位前辈多多指教。绒花。这是我们飞花会用各家特色丝线染制而成，寓意荣华富贵、平安顺遂。今日送与诸位，以表我们飞花会一点小小的诚意，祝我们益州丝业百花齐放，各尽芳菲。这是我家年叶子做的，愿大家万事顺遂。这是我家的红蜘蛛，愿您平安如意。这是我家的剑士兰，祝大家福寿康年。我家的松花与苍浪，穿上端庄典雅，不显胖。我家虽然没有花，但爷是飞花会的名誉会长，多多支持，以后都是朋友。若是大家喜欢，欢迎来飞花会。飞花会，来，都可以。多谢杨警官锦上添花。来，祝大家富贵荣华，平安顺遂。你们分一下。来，记住啊，我们是飞花会，需要订丝就找我们飞花会。你怎么了？来，平安顺遂，富贵荣华。哎，你们还要吗？你们要吗？有人？是主人来看咱们的吗？蠢货！主人不是来看咱们的，他是来看金英英的。季英留着就是个祸害。莹莹，对不起啊，我来迟了。分明是我来迟了。是我来迟了，都没能赶上看你采花。那既然迟了，可愿受罚？愿。抬我。以此为契，那日后的几十年，你就慢慢赔给我呗。赔。原来你看中的是锦郎啊！因为祖父答应我，说若我能取得这次的锦郎，就允我向这家提亲。怎么还没有放飞就灵验了呢？莹莹，能放起来？
放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小伤而已。擦伤而已，骨折没好。多谢杨警官出手相助。多谢杨警官。不必客气，我这么做呢，是为了日后有个司案现案的，找人帮我看一看，便好意思开口了。杨警官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？你觉得谁会害你啊？花掌柜，今日在芳菲宴上，我狠狠地削了他面子，除了他，我想不到别人。明明是我在问你，怎么变成你问我了？你怎么知道他要害我？我在那会场上看他神色不对，也留了心。此地偏僻，找到这里颇费我一番功夫。早闻赵二郎君以季娘子情投意合，青梅竹马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啊！杨警官，好眼光啊！待我跟英英成亲之时，你我兄弟二人定要多喝几杯。好。今日我飞来横祸，可全靠了杨警官在芳菲宴上的顺嘴一提。杨警官不会不管了吧？季娘子此言差矣啊！别忘了是谁让我锦上添花的。可是那花掌柜都要杀人了，这明明就是对您不服啊，对您威严的挑衅。人命关天的事儿，归县令我。杨警官若是不想插手，又何必出手相救？你笃定了我会帮你，请您为民做主啊，杨警官。若是你能帮助民女，那民女日后定为您效犬马之劳。只怕这日后啊，季娘子又有许多的推诿之词啊。天色已晚，赵二郎君不如带着季娘子早点回去吧。哎，啊，季娘子是不想让赵二郎君送，让本官亲自送你也可以。不必，我们走。英英，你与这杨警官很熟悉吗？我与他相熟是因为有事相求，我与你相熟是因为我想与你相熟。杨警官，杨警官，跟上那刺客了吗？咱们的人暗中盯着。你看这支箭，这是军中之箭。华家背后之人来头这么大吗？华家是个突破口，一定要我下查。本事没长，胆子却越来越大了。娘子息怒，我只是想替娘子收拾季英英那个祸害。贿赂我的人，做我不知道的事，你是为谁？用得着我说吗？娘子，可有留下什么把柄？娘子请放心，事前都与他们说好了，无论刺杀成败，都让他们躲到别院去，今日莫再露面了。哼，一个根本分不清谁才是他真正主人的人，我留之何用啊？娘子慈悲，留了他个全尸。我愿为娘子做牛做马，绝无二心，还请娘子明察。
俺们的人来报，那刺客死了，是突然飞来的一支暗箭所杀。死哪儿了？在华家的一座别院。夫人，夫人你回来了，怎么回来这么晚呢？主人说什么吗？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？夫人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说句话，要不然我害怕。是不是主人要责罚我们呀？他让我上缴所有的私账，命令我以后再也别插手金莹莹和山上的事。那你就说这些事都是我干的，一定要罚我。霍向荣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他不要我们了。我知道的那么多秘密，他绝对不会放过我的。那么现在就走，马上就逃。逃不掉的，他是会杀人的。哪个不要命的敢砸我窗户？哎呦！你大半夜闯我家院子干嘛？我试探试探你啊！刚遇到刺客就这么不小心，我要是坏人早把你掳走了。你砸我窗户，看着与坏人无差。杨警官这样着实无礼了。我查出来了，想刺杀你的人是华掌柜。我知道啊，玉皇寺也是他家的。那是杨警官的事，有劳杨警官了。哎，华家的政策，我和诸葛已经看了许久，仍旧没看出端倪。我知道季娘子是这方面的行家，我想请你助我一臂之力。现在？对。赤子生变，刺杀你的刺客已经死了。看来是有点晚了。走，差他个底儿朝天。哎，往哪儿去啊？哎，走啊！杨金兰，我打死你！行了，够亮了，当心点，别把账册给烧着了。看不懂呢，可以安静地坐在一边，这不乱伸手啊，也是一种帮忙。说的好像你能看得懂一样。当然了，你想啊，他若真做了坏事，定然有一本私账，怎么会在公账上记录？你知道什么是假账吗？虚虚实实，不会全真，但也不能全假。即便他手里有一本私账，他的公账上也不可能半点痕迹都没有，不然这账抹不平。
听起来季娘子很会做假账啊。哎呀，警官府怎么有些许闷热呀？诸葛，打车。杨警官，我觉得有些事情呢，还是亲力亲为的好啊。哎呦，闷死了！明白了。怎么没有风啊？这回可以了吧？杨警官，头凉了，改脚。账有问题。发现什么了？你看，这个账看似没有问题，但是没有问题，它就是问题。第一，正常人家的账册难免忙中出错，少不了纠正修改的痕迹，但是这上面却异常整洁。第二，染丝生意难做，家家户户都少不了要在账上动一些脑筋。像花掌柜这种平日里都是雁过拔毛的人物，这账上压根儿就看不出一点偷鸡耍滑的心思，整个账像提前编好的一样。听他这么一说，倒还有几分道理。看这里啊，买了大批生丝，雇沈家缫丝染色，成了废丝，账上亏空。据我所知，沈家经营多年来，还从未出现过把所有的丝全部染废的纰漏。而且以我对花掌柜的了解，出了这样的事情，他就算不去索赔，也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把那些废丝都卖掉。你们看看这后面的内容。这账上后面的内容既无索赔，又无折价售卖，那这批丝去哪儿了？难道说沈家根本就没接手过这批丝？没错。靠走空账这法子，不知道他花家这一年能钻多大的空子来。不只是走空账，要是我们一本一本细细比对，还能发现更多的问题。可以了，有了方向，剩下的就交给他吧。哦，好。他一个人能查得完吗？放心吧，单凭这一条就可以定花家的罪，不会让你白受委屈的。我这么做又不是为了针对花家。我若告诉你我是真心喜欢蜀锦，不希望有人玷污他，你信吗？不信算了。来吧，大可不必，我有地方进去。再说了，你进去要是吵到锅盔，他会咬死你的。杨警官就送到这儿。小娘子家家的天津僧狗洞，接应。杨景仁，你看多乖呀，不叫，也不咬。锅盔，你怎么给我装这么乖乖？乖乖乖。果然啊，母犬自有恶人磨呀。在季娘子心中，我就只配恶人这2个字了。若是真的查出账目有问题，你真的会抓花家吗？不抓查他干嘛呢？好了，
国家的靠山可能在长安，所以呢？你小心些。金娘子，如果我说我是真心想要整得益州锦业，为无辜者沉冤昭雪，你信吗？不信算了，走了。人不是个好人，但似乎是个好官。说的没错。干什么？你们凭什么私闯我花家府邸？花掌柜，别来无恙啊！杨警官，你也别来无恙。甚好，甚好。我记得，过去我是孝敬过您的。就算您嫌少，也不至于今日来抄我的家呀。你们华家偷做假账，逃避税赋，真当本官一无所知呢？杨警官，没找到花香肉。花掌柜，人呢？我怎么知道？他平日里就爱在外面鬼混，昨天晚上骂了他几句，他就跑了。不如杨警官替我把人抓来。行啊，那就有劳花掌柜随我先走一趟吧，请吧。那杨静兰不由分说的就抓了花掌柜，是不是查到了什么？还是真的贪心不足，想以此获得更多利益？与我们无关。可是万一花掌柜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，要不要先留着他吧，看看那个杨三郎到底有什么目的。可是花掌柜隐约知道山里的情况，若是那杨静兰去山中查探，若也像前一个警官那么不识趣，那就让他有去无回吧。那季莺莺呢？将军信中说，宫中在寻属红丝。若是我们真的能逼出属红丝，那岂不是大功一件？季归南死后，全益州盯了季家这么多年，可有盯到些什么？娘子的意思是，如果没有真正的蜀红丝，我们有的就是真的。杨警官，求你放过我吧。3天了，还没开口说呢。我曾听人说啊，这人如果长时间睡眠不足，轻则疯癫，重则暴毙。花掌柜，我劝你想清楚了再回答。民女昭，
民女贪财，又记得金英的才华，所以故意捏着季家的债务，想借此打压季家。陷害季耀庭也是民女布的局，为的是逼季英放弃赵家老太爷的推举机会，收下季家做母仆。后来季英染出了心色，民女才一时鬼迷心窍，做出了买凶杀人的勾当。民女知道错了，求杨警官看在金英并无大碍的份上，饶民女一命吧。杨警官骂我只有买卖没有人情，大可不必这么委婉。难道不是吗？你缺过钱吗？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你被逼入过绝境吗？绝处逢生，宁折不弯。哼，警官审我，但我做不到，我只能唯利是图，小人行径。原来他当真是身不由己了。除了买凶杀人，可还有别的罪行？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。你在浣花溪做了那么多事，背后是谁在给你撑腰？都是民女自己在生意上有图谋。那你用着玉皇丝，是要图谋什么？这丝，你是想在山上给自己织一件龙袍吗？我只是负责把这丝线送到北林口的山洞后，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民女只是被逼着做生意，其他的是谁来逼着你？不说。你是觉得逼你的人会来救你，还是指望花小龙回来救你啊？亦或是因为花小龙那个人不得不来救你？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？有。釜底抽薪。你我之间走一个人，如果我走了，把所有的秘密都带走，你留下来一定活不了。但若你把所有的秘密都带走，他投鼠忌器，至少会留我一条命，甚至捞我出来。花香容，你在外面，是我活下去的希望。给华掌柜再加2个火盘，把这里照得再亮一些。锣，给我敲得勤快点。说的可信吗？即便有诈，也得有真，要不然怎么能诈到我？你这是以我自焚啊！放心吧，烧不到你。如今咱们手上没有其他线索，就算是有诈，咱们也得试上一试。先让俺卫去他说的那地方附近搜查一番，如有异常，不要轻举妄动，等我过去。好。
腿打直，双膝弯曲，完成的。别缺屁股，重心下沉。哎，没有让你下这么沉，起来。哎，好，停，腰挺直了。哎，我还要回去染丝呢，那总不能大家都在劳作，我这个会长在这偷懒吧？你不想想前2天是谁差点让人给害了？我知道你为了我好，蹲下。但若我下次再遇到危险，我不能光蹲那儿脱困吧？要不你教我点别的，更实用一点的，可以一招制胜的那种。店里这么冷清，一个客人都没有。练武呢？啊，来，我教你2招。你若是再教我蹲马步、打木桩这样的，还是算了，我实在不是这块料。你放心，根据那日我对你的了解，我这一招绝对适合你。看好了，如遇危险，瞄准敌人双腿之间的会阴处，全力一踢，一招制敌，非常好用。倒也不是不可以，试试。啊！哎，你真要试啊？看着挺疼的，你脚会更疼。你别笑了，你就不能教他点正经的？行吧。哎，我教你点别的。还有什么招？教你骑马怎么打。这有什么用？打不过可以跑啊！你骑了马，别人追不上你，包教不会。可是你要教就好好教，我给你拿点点心去。你今日来这儿，不会只是为了教我功夫吧？我今日前来，是为解你心中所想。如今我心中最要紧的便只有一件事：朱延陀登基造册。一周的核验已经完成了，印呢，我也盖好了。明日我便派人给送出去。谁去送啊？诸葛吗？他呀，送命还差不多。这花掌柜的背后，可不简单呐。他已将所做之事，都向我招了。是我先前一直觉得你一心生意，无心其他，可现在看来，你确实是无暇有心。能将眼前的日子过好，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是我失言了。这满益州城，有负于姬家的，唾弃姬家的，冤枉姬家的。但向姬家道歉的，杨警官是第一个。错便是错了，理应道歉。其实杨警官也不必放在心上。我在益州城生活了10几年，早便适应了。若杨警官真觉得心中有愧，以后多给姬家一些恩惠便好。我得赶紧回去染丝了。等等，既然是道歉嘛，总要有些诚意才是啊。这是什么？这什么都没有啊！这是什么啊？你送的？你用的什么染料？你怎么知道我用的是染料？你在我面前炫耀别的，我也不稀罕呀。那你是想要恩惠呢，还是想要这个呀？
你这个人这么不实在，你要道歉你就真心实意的，你在这让人选的。嗯，阿姐说的是。你夫人在喊你快点回家吃饭呢。哎呀，你莫催，慢光出细活啊！太费红花饼了。晋娘子，我家娘子请您一叙。你家娘子是？牛将军之女牛五娘子。我与你家娘子毫无交情，她为何要见我？我家娘子见您在芳菲宴上送的绒花十分喜爱，想要请您按照我家娘子养的真花仿造一批，不知您能不能接？那我得先看看那些花。追！是。怎么回事？按您的吩咐，在山洞附近探查，一连几日皆无动静。近日突然出现一拨人马，将我们围了。娘子，晋娘子来了。见过牛五娘子。季娘子，我们又见面了，请。其实我很早就想与季娘子一见了。茵茵一介民女，与娘子只有过一面之缘，娘子是如何知道我的？斗芳菲上飞花漫天，朱颜驼一鸣惊人。在这一州城内，谁不知季娘子名声？其实我很羡慕季娘子。羡慕我？牛五娘子身份贵重，我有什么好羡慕的？我想如季娘子这般，以女子之身成就一番事业，向我阿耶证明，女子并不是只有嫁人这一条出路。娘子好志气，娘子定能心想事成。好茶。季娘子，你可愿与我合作，共掌这一州锦业？
我知道季娘子与赵二郎君两情相悦，却受赵家阻挠。我可成就你与赵二郎君的一纸婚姻，亦可让季家重回你阿耶在世时的荣耀。牛五娘子手握权势，富贵荣华，即便是想成就一番事业，又何必自降身价？都说伤者为鉴，英英实在难以相信娘子的一番言辞。季娘子是一个谨慎之人。好，那我便带季娘子去看，我所求为何。这位是我阿娘。我阿娘16岁便嫁入到这里，为我阿爷生了5个孩子。我阿爷一心只想要一个能跟他行军打仗的儿子，可惜接连5胎都是女儿。生我时他身子彻底败了，再也无法生我，也再未踏出过这个院子。将军，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夫人她也不认得我。将军，她现在是一个只会等待丈夫回家的女人。我的4个姐姐都被我阿爷嫁给了同一种人，能帮助她换取权力的人。我也同样嫁过2任丈夫，但我不服。女子不能从官，我便从商。我一定要向我阿爷证明，我绝不会输给他让我嫁的任何一个男子。五娘子有这等志气，英英佩服。飞花会、朱颜驼，都足以证明你的价值。与我联手，我会将你推到更高的位置。这益州城的锦业，会尽数掌握在我们手中。五娘子的价码实在诱人，你的推心置腹也让我感激。只是英英认为，感情的事无法掺杂利益，我和赵二郎的感情不能成为交易的筹码。而且我成立飞花会的初衷，是为如朱小娘一般无权无势的人争出一条路来。若是应了与娘子的合作，那我与那花掌柜又有何区别？所以，恕英英不能答应。所以我说，季娘子还并未明白权势的滋味。权势就是我不想让你做成的事，你一定做不成。登记造册的文书不是应当送往长安了吗？难怪当日花掌柜无论如何也要让我接下朱颜驼的订单，原来后手在这儿呢。牛五娘子便是花家传说中的靠山吧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季娘子可否回心转意。英英心意已决，谢牛五娘子厚爱。天色不早，告辞。季娘子，请留步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啊！哎！
季娘子，我给过你机会。牛五娘子此举，更加证明了我不与你合作是正确的。不合作，便与我为奴吧。季娘子什么时候染出曙红丝，什么时候再离开这个屋子。且慢。现在后悔，已经迟了。牛五娘子，可否与家里去一封信报平安？我不想让他们担心。你也不想事情闹大吧？小门小户没处闹，可国舅爷还在我们飞花会呢。给他纸笔。是。娘子，写好了。阿兄阿娘，我打探到，益州城300里外发生山石崩塌，造册文书被堵在那里。我租了马车，亲自去取造册文书。时间紧急，来不及跟你们细说，望见谅。阿兄阿娘，记得多购些红花饼等原料，朱颜沱用量极大。上次买染料时，孩儿带的钱财不够，多亏了玉掌柜，便付了2贯钱，还望替我归还。阿兄阿娘，勿忧勿念。一会儿送到季家。是。看好他，他若逃了，便用你的命来替。是。这些都是人曙红丝的原料，怎么备得这么齐？你还不干活，磨蹭什么呢？我盯着你呢。想染曙红丝，就这些普通的原料，那怎么行了？那你还想要什么？我要楠木烧的锅灰8两，长在山石中的茜草1斤，清晨缀满露珠的红花3斤半。就这些吧。你可别想耍什么花招！还不快去！耽误了染丝，你负得起责吗？你等着！娘子，季莺莺真的能染出曙红丝吗？她能染出就用她染，染不出就用我们自己染。花掌柜已废，季莺莺不从，山中最近又不太平。即便不是杨静兰，也一定有其他人盯上了我们。隐藏一滴水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入海中。织机本不应该出现在山上，但若出现在井房内，那么谁也不会怀疑。娘子，将军来信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娘子，你看吧，件重要的与我说。是。将军有主人为您相看了，是右节度使的远亲，要娶您做田房。将军他。您毕竟是他的女儿，又不是一件礼物，小声些。
这里是牛府，不是我家。雨渊实在是替娘子不平。季莺莺喜欢的那个郎君，是益州锦户赵家的，叫赵修缘，好像是。赵家足够做那片藏水的海捞。二位公子，请里面请。来，在二楼。在下或许走错了，多有冒犯。没走错，是我约见的赵二郎君。娘子是？家父是益州府副都督牛己，我在家中行伍，郎君应该听说过我。牛五娘子，不知找赵某是为何事啊？郎君确定要一直站在那里与我说话？素昧平生，为娘子清誉着想，赵某还是站在这儿吧。我的名声你是知道的，一直站在那里是对你的清誉不好。娘子若是别无他事，赵某先行告退了。我是季娘子的朋友，还有几句话想让我告诉你。玉渊，是。烦请郎君稍后。牛五娘子，到底是为何事啊？因为我这张脸，这个身份，见到我的人，不是害怕便是恐惧，不是躲避便是巴结，唯有郎君，毫无异色，不为所动。难道你不怕我？赵某从不以貌取人，只信人心。告辞。郎君不想知道季娘子留下什么话吗？不想。莺莺定不会让娘子这样的人传信于我。在郎君眼中，我是什么样的人？步步为营，心意难测。好，那我今日便让郎君看清我的心意。我对郎君一见钟情，心慕不已，还望郎君成全。娘子切莫乱讲啊！赵某是有婚约之人，可能要辜负娘子的厚爱了。是花花染房的季娘子。莫动！可我怎么听说赵家已经登门退亲了？但赵某此生只愿娶莺莺一人，还请娘子莫要为难。赵二郎君可知我刚才那番话的分量？我是牛锦之女，在这益州城中，没有我办不到的事。牛将军之权，谁人不知？只是赵某确实无所求。若娘子今日别无他事，那赵某谢谢今日款待，先行告辞了。稍后赵老太爷便会听闻娘子为约见赵二郎包下整个散花楼的事。只是这赵家真的会有动作吗？
赵老太爷是聪明人，他会明白的。可是娘子，当真要选择赵二郎君吗？你觉得他不好？他知道我的身世后不卑不亢，见到我的面容后不惊不恶，就凭这一点，已经胜过外人。可是他心中已经有了季莺莺，他是不会真心喜欢娘子的。真心？你觉得我需要这种东西吗？与其被阿耶送上不知是谁家的花轿，不如我先下手为强。赵家是我能操控，且急需操控。赵家，便是藏难一滴水的地方。有了赵家锦房，我何须费力在那山中造景？季莺莺，既然你不肯屈从于我，那我只好横刀夺爱了。不知道阿兄有没有收到我的信？我问过玉元姑娘了，她说染曙红丝根本就不需要你说了这些东西。你耍我是吗？染丝的是我，他们知道什么？你还顶嘴？看我教训你！看我教训你！你还跑？你还顶嘴？我看你怎么跑！你跑呀！啊！我告诉你，今天只是给你一个教训。你要是再敢耍我，打死你！把他给我看好了！祖父，听闻牛五娘子对你有意，祖父怕是误会了。我跟她只是萍水相逢，一面之缘，何来有意无意啊？是她无意，还是你无意啊？你今日服了牛五娘子的面子，可曾想到，牛五娘若是怀恨在心，那即便我赵家锦再好，也赢不了锦王。祖父，可我已和莺莺情投意合，定然接受不了牛五娘子的好意啊！糊涂！我同意你娶季莺莺，是因为她手握飞花会和朱颜陀，嫁到我赵家如虎添翼。秀媛，可若是你能娶牛五娘，孙儿不愿。放肆！我已派人去牛家提亲。混账东西！祖父，她定不会想要嫁给一个废人。孙儿信，不可以。那你就跪在这里，直到想清楚为止。孙儿跪。我，家主，家主，牛府传来口信，想请赵二郎君到府上一叙。回牛五娘子的话，赵二郎君定会赴约。是。
郎君看起来憔悴了不少。拜牛五娘子所赐。我可什么都没有做，是你赵家来我府上提的亲。牛家权势滔天，昨日散花楼一见，你是不是就早已设计好今日的一切？请。即便不喜，也不露声色。郎君让人钦佩。方才郎君问我是否有意为之，可怜我一片真心，竟被郎君说得如此不堪。你我不如开诚布公。你愿自降身份，加以我这商户之子，到底有何居心呢？待我们成婚之后，有些事情我自会向你报的。看不出啊，牛五娘子为了将自己嫁出去，如此着急。放肆！郎君可知，我脸上这道疤从何而来？人人都道我牛五娘命不好，克夫。实际呢，是我想他们死，所以他们死。这道疤是我阿爷给我的教训，他当时气急了，出手难免失了分寸。可是我很感谢这道疤，他为我换来了掌权办事的机会。权势曾经强迫过你，如今你拿它来强迫别人，这便是权势的美妙之处。玉娘，玉娘，你找我？石英叫我来的，说是上次买染料时从我那儿拿了2罐钱忘了还，我就凑够了1罐。2罐钱？啊。若日后我遇到麻烦，我想法子给阿玉你传个讯号。我若说还你1罐钱，你便来救我；我若说还你2罐钱，你便喊上杨警官一起救我。他什么时候让你来的？昨天啊。你昨天怎么不来啊？昨天在凑钱。他人呢？信上说去打探登记造册的事儿。信上？你没有见到他人啊？信呢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，玉掌柜？外边等我。我为什么要救你啊？杨警官爱民如子，我可没有你这样的逆子啊。我若真危机到需要2位一起来相救，那么杨警官之前想知道的事情，你问什么我便答什么。便就是要救你，也要知道你在哪里。有这个呀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无事，赶紧回家吧。可英英留下1封信便走了，我实在放心不下。要不我还是雇车去找找吧。我去找，你回家等着。还是我去吧。回家等着，信我。哎。今日我请郎君前来，还有一出戏。
想与郎君共赏。看完了，郎君说不定会改变心意。娘子说：“给你一炷香的时间，让你逃。”这又是什么折磨人的新法子？也是活命的机会，就看娘子要不要了。莹莹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请郎君看戏啊！郎君最好离窗户远一些，这些拿剑的可听不得响动，否则会忍不住射向季娘子的。娘子，别动！你信不信我杀了你啊？困兽犹斗，郎君不觉得好看吗？季娘子，留给你的时间可不多了，还要继续吗？我真的会杀了你的！杀了我的后果，你承担得起吗？季家、赵家承担得起吗？抱歉，出去了就放了你。放我走！放我走！你听见没有？把他放了！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连逃命的招数都一模一样。放我走！你是不是疯了呀？赵二郎君一看就未曾杀过人，想杀我呀？需不需要我让他们再杀几个，好好教教郎君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与郎君说过了，我对郎君一见倾心，愿永结同好，还望郎君成全。是不是只要我拿了这个，你就可以放了莹莹？
那便要看赵二郎君以后对我是否愿意以诚相待了。大胆，敢在牛府撒野！把音乐交出来！牛五娘子，宫中急令，需要蜀红司，我已禀明4时，需待蜀红锦王之女季莺莺协助调查。牛五娘子，把人交出来吧。杨警官隐藏颇深，令人不容小觑。看我想杨警官误会，季娘子确实来过我府上，但眼下已经离开了。这人在不在你牛府？我搜过便知。将军府也是你说搜就能搜的。皇命难违，牛五娘子，这是要违抗皇命不成？若搜不出来，这擅闯都督府的罪责，也不是那么容易接过。好，那就打扰了。给我搜！是。杨警官，东面没找到。杨警官，后面也没找到，接着找。是。你自作主张！我不是吩咐过你，好生将季娘子送回府中，你怎做出如此糊涂之事？娘子恕罪，奴婢也是见季娘子傲慢无礼，心中为娘子抱不平，这才一时糊涂犯下如此大错，请娘子饶了奴婢吧。你知不知道，今日之事如果传出去，毁了季娘子的名声，你百死难赎。行了，牛五娘子，这苦肉计就到此为止吧。今日之事，杨某不会说出去，咱们来日方长。